叶鼎之，现在回头，还是正道？屁的正道！道法万千，何来唯一之道？我的道，就是守卫姑苏城外那个小草庐。你的草庐已经毁了，但是人还在。只要人在，就能重新盖起来。西！还有谁能拦我？阴中超脱，神相不明，鬼关无限，三山无名，已是逍遥天境之上。某种意义上，可以和神游玄境并驾齐驱，只不过是入了魔道，陷入了心中的执念。所以，虽然看似强大，却充满阴邪之气。我所见入魔之人，都是失了神智的，为何这个叶鼎之看起来这么清醒？看似清醒，却被执念所困。若是国师未出天启云游，今日还有可能解他执念。不过万事没有如果。你的功法竟能压制我的内力。北离朝中居然也有人练过虚念功。你错了，传于北阙的是虚念功，而留在北离的才是虚怀功。两门功法一脉同源，本就相生相克。你真气受损，就被我占了先机。此战是你败了。你比起你那被困在皇陵的师傅卓清，还差得远了。当年岳风城和百里东军同时将内力注入我体内，被我一人所受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与我比拼内力？抢了我的内力，还这么沾沾自喜！谁？无妨，是镇西侯的孙子，百里东军。你来了，好久不见了。没有我以为你不在的那10年久。不过，那10年虽然你不在，但我们的心还是在一起的。可如今，却是背道而驰。所以，你终于要对我拔剑相向了吗？来吧。百里东军，当年你随若风来到天启时，孤在城墙上看到的，还是一个青涩的少年。
现如今，倒真有一副侯府公子的模样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莫要踏过此剑，叶挺之的事我来解决。云哥，回头吧。所有被魔教杀害的百姓都是无辜的。云哥，我不想对你出手。我长大了要当白羽剑仙，我长大了要当青云九仙，我长大了要无拘无束，行侠仗义，我长大了要一起酿酒，和你一起快意江湖。哈哈哈哈！19年前，杏花也是开得这样好，你那时贪凉，早早便换上了薄衫，却没想到被一阵倒春寒给吹病了。我说待你好了，同你，同文君，我们一起去赏杏。只可惜世事无常，便没了机会，一直有些遗憾了。如今时光正好，我们便一同去看这场杏花。云哥，想想那些无辜的百姓，回头吧。童君啊，我想要为我自己活一次。对不起。好，那我便打到你回头。相识这么多年，我们还没有真正打上一场。听说那日你功力尽失后，便觅得了良机，我也想看看。谁？师兄，师妹，好久不见。我听他们说，自我走之后，师兄就自请去了木良城。这是……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。师兄，我好像听到了琼楼月的剑鸣，是他，对吗？是他，他回来了，我带你去见他。世上竟然同时出现2位少年英才，如若他们未曾背道而驰，那北离的江湖五岳将彻底压过南绝百年。二人的对决，看着虽然眼花缭乱，可分明叶鼎之已经占据了上风。若百里东军败了，我们便只能继续以死相拼，谁都逃脱不了。二人此刻只是彼此试探，并没有挥出至强的一剑，高手胜负，只需一剑。我在等那一剑。
香啊！来尝尝这个，真好吃。没下雨，你为什么打着伞？是伞，也是武器。传说中的18剑阵，对吧？我倒是挺想一见，只可惜，我是想作为你的对手见到。你笑什么？因为好笑啊！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说想跟暗河的纸伞鬼交手。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吗？我想和天下任何一个厉害的剑客交手。也对，李姑娘，李公子以后定然是能成为剑仙的，毕竟你还曾2次问剑过我们望城山。哎，你看这桃子眼熟吗？这是我们玉珍种的呀。是我多言，是我多言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就想问你呢，兄台。现在可不是吃桃子的季节啊。那可不，我们玉珍在望城山上布下了一个阵，1年4季都可以吃到桃子。偌大的一座山，说布阵就布阵。那看来你这位师弟可非同一般呢。李公子，来，接着。要吃可就快点吃了，说不定这是你这辈子吃的最后一个桃子。来的居然都是一些故人。好久不见。徐堂一别，是好久不见了。但我不会后悔今日一见。叶大哥。除夕那天，我去了，本想见见你，还是算了。此前你说后会有期，如今又见面了，我很开心。当年一见，风姿灼灼，本想着向你问剑，可以胜你一招，却未曾想是和那么多人一起过来杀你。人生在世，又有多少事是可以想得到的呢？暗河的杀手，我听过你们。听说你开始赚伞饼的时候，就是要杀人了。
无产！啊！师傅，叶大哥出事了，我去。无产呐，万事有因，必有果，这是他自己的因果。 真是我要杀的人里面最难杀的。叶鼎之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魏沐雨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咱们这一群7个人，就你我加上这个油盐不进的李寒一想杀他，我们暗河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他旧伤未愈，还不是时机。那是最后一剑的机会，我留给你。这招叫什么？这一招叫沐雨。果真像一场漂亮的剑雨。我师父留给我的旋风剑，也曾经想这样，可惜现在他不在我的身边。剑刀一用。 瑶儿，你应该拦住勇哥的。他执意不想连累你，要和你分道扬镳。你就算醒着也拦不住，何苦内耗，让前来追杀的人渔翁得利？东君，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他的决定的话，那个人只能是易文君。玉。 季若风，你不好好养伤，跑来做什么？我这一路看到了很多门派被灭了门，很多百姓被无辜杀害，乃是潜入北离的魔教教徒所为。虽说不一定是叶鼎之的旨意，但终究和他脱不了关系。你若是救他，那就是和整个北离江湖为敌。可你代表的是学堂，是雪月城，是北离正道。 虽说老祖宗没有给我指示，
但我有必要来阻拦你。那你试试。你以为你是在救他，殊不知你这么做只会害死他。可以。虽然叶鼎之入了鬼仙境，但他对所有在乎之人仍有感情。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那他就绝对不会接受你的恩赐，因为他现在是世上罪恶之人。而如果你救了他，就等于把自己推入深渊，置于万劫不复之地，所以他绝对不会让你救他的。你想带他回男爵，他就一定会留在北离。这么说，你能懂吗？那按照你的建议，我该如何做？让叶鼎之自己战，自己逃。倘若他赢了北离江湖，逃回了男爵，那是他的运气；倘若输了，死了，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，和你百里东军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做的够多了，错的也够多了。虽说世人有愧于叶鼎之，但叶鼎之也已经复仇于世人。他已经回不了头了，他只能做一个魔头。而你，若是强行走上这条路，那你就不配是学堂的百里东军，雪月城的百里东军。你的师父古尘李长生、南宫春水都劝你此生要随性而行，可随性而行不是任性而行。就走到这里吧，不然这次我不会再有半分保留，定与你死战。月瑶姑娘，你觉得我此番话说得如何？依我看来，自然是希望东君一切平安。便是挥一挥袖子，回到那雪月城去。但是现在的我呢？我决定听东君的。东君说走，我就走；他说打，我便打。堂主想要死战，若我们二人联手，你便只剩一个死了。哼，月瑶姑娘，还真是令在下钦佩。我可以接受很多事，但绝不能接受云哥被杀死，绝对不能。只要能先将他护下，剩下的事，我和北离的皇帝、北离的各大门派去谈。你说的太容易了。有人来了。叶教主好武功，你以为你找到了最好的机会，可面对我，你没有机会。不，我始终知道，机会还没有出现。
在用功，想要逼出那道剑气。快来个人，过去把他的脑袋给砍下来就行了。没办法的，那一剑我们2人谁都没有留好手，机会就是这样，从来都只有一次。不对，我们还有一个人没有动手。15年前，北阙西楚接连遭北黎所灭，疆土纳入北黎之治。北阙有部分移民北上，于冰原之外重建势力，意图复国；而西楚故民则彻底融入北黎。昔日的西楚大族燕家，更是经过多年经营，成为了北黎西南道最强大的2派势力之一，和出自北黎的世家顾氏分庭抗礼。直至太和15年，顾家家主顾洛离暴毙巴别城，西南道魁首之争终于拉开序幕。燕家家主燕别天趁顾家无主，强行欲与顾家2公子顾剑门联姻。风雨欲来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。二公子，方才午夜派人来说，为避免燕家不满，让我们把府内的白帆都给换成红绸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难道我们真要这般，任由他们宰割吗？少师兄长请人为我批命，命书上说我一生壮志，空负凌云，死而不得其所。公子，公子，这把剑吗？这是我去天启那年，兄长赠予我的。他让我拿着这把剑，闯过学堂大考，不负凌云。从此以后，这便是我唯一的剑。你问我是否就这样任人宰割？剑门16路天启，
纵马扬鞭，踏遍19画洞，翻斩秋露白衣醉飞天。我此生最不怕的就是拔剑，最不信的就是命。燕家在此时联姻，意图吞并顾家，简直可笑。既然他们觉得白帆不齐，想要红头，那就让鲜血染尽这些白帆吧。我可是狂徒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不是说柴桑城很繁华的吗？来了13天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我好歹也是钱东城小霸王，可会来这倒霉地方受罪。大哥，进来喝一杯。不收你钱，就当交个朋友。不交就不交，脾气这么差，给我来10斤肉。细看，别挡着我看我家小西施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酒壮怂人胆。你看再酒也只是看，要是喝了我的酒，你就敢过去了。滚！得嘞，这要是在钱东城，我一把火烧了你的油铺。少年郎，怎么不来和我搭话呀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起床了，宋长风。宋长风，嘿，个懒骨头，哪有店小二起得比掌柜的还晚的呀？你说也是奇怪啊，这柴桑城不是西南道的第1大城吗？怎么自从我来了以后，这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？而且我遇到的人吧，也都奇奇怪怪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来客人了。东归，不错，东归。看你们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，东归这名字好啊，很配你们。进来喝一杯。小二？什么小二啊？我可是老板。老板？小老板看着年纪不大，生意倒是做得挺大呀。生意大不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酒好不好。小老板很是自信呢。那是自然，
酒好不好骗不了人，一喝便知。不过若是你们觉得不好喝，那就回家换个舌头吧。大胆！看这天似乎又要下雨了，既然已经来到了这儿，不如进去喝一杯，歇歇脚。走。哎，我的酒可不是随便歇歇脚就能喝的酒。愿意细品。那客官便请。我这儿也没什么客人，今儿你们是第一个，请吧。不是已经有一人了吗？他可不是什么客人，他属这儿的店小二。小二。桑洛、新风、茱萸、松劳、长安、屠苏、元正、桂花、杜康、须臾、声闻、般若，一共12盏，一盏20两。你知道整个西南道最好的酒馆蓝玉轩里的月落白卖多少钱吗？一盏18两。我的酒比它好喝一点，所以我卖20两。你都要了，爽快，请吧。小老板，既然没事，一起过来喝一杯酒吧。那我便不推辞了。不知小老板怎么称呼？我姓白，叫白东君。东君科佩生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好名字。也有人这样叫过我的名字。来，喝酒。长安久未绵长，醉以雨天来饮。各位今日不饮的话，可惜了。要这话。元正澄澈甘香，最是远行归客。各位奔波而来，饮一杯正好。这也不好，那也可惜。敢问小老板能喝什么酒？那就须臾吧。须臾一念，有的时候，命运的改变，往往就在须臾之间。小老板，这杯我便先饮了。如何如何？我这酒足以名扬天下。确实是好酒，在我此生喝过的酒里，可排前5。第5？那你告诉我，第1是什么呀？天启城，碉楼小筑，秋露白。秋露白。自以为好酒只能品1味，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，却能品出3味。那我若酿出一壶酒，胜过秋露白，足以名扬天下。小老板若有机会去天启，可以一试。怕是没这个机会喽。我家人是不会让我回天启的。哦，回？真是好酒啊！我可真是个酿酒的天才啊！诸位，不饮一杯吗？这元正确实清爽回甘，确实不错啊。那边那位店小二，请你喝杯酒吧。来找事的。啊，有酒就行了。
好酒。不够。嘿，你个赔钱货，别打了我的酒！我的酒！果然又是来闹事的。追虚强啊！你这家伙，都说了不让你打，你还打，你个赔钱货！注意客官，我家店小二就是个江湖浪人，不懂礼数，莫怪莫怪。哼，看来这个雨一时半刻是停不了，但有些事却耽误不得。小老板，今天这酒便饮到这儿了，告辞。学正，发什么呆呢？走了。这里面啊，还有一个人，我闻出来了。闻？你闻香？女人？身体可有好受些？兄长，不碍事的。那酒肆到底什么底下？里面有个小老板，年纪不大，应当不会武功。他旁边的小二倒是会些功夫，但也不算太强。不过，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。为避免节外生枝，我会派魁正和学正将他们抹除。没想到啊，掌柜的，年纪轻轻这么好色。我清清白白的，你可别乱说，坏我名声。不过是那熏香，我娘借用我。我早在1个月前就已派人控制了整个龙首界，唯有这间屋子，我摸不着底细。原以为只是一间实实在在的无主之宅，没想到临到关头，人出现了，还开了一间酒肆。尝尝，是好酒。人嘛，也算挺有意思的，还问我这酒能不能名扬天下。桑露，柴桑远路，好名字。也确实是好酒。只可惜，这名扬天下，他怕是等不到。西南道近日有一件大事，而且是个大喜事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以我这一手酿酒术，可以先成为柴桑城的第1酿酒师，顺理成章的受邀为西南道第1大喜事备酒。到时候前来观礼的各路英豪都可以喝到我酿的酒。如此一来，等等，什么大喜事啊？你不知道？当然是西南道侄女儿的顾家和老二燕家联姻的大喜事啊！白同学，
别没大没小的，叫掌柜的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觉得这条街道有些古怪。我只不过是贪图你的美酒，便留了下来。可现在有些后悔了，我应该早早就走才是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们意外卷入了顾叶两家的斗争之中。不止他们，还有刚才那一队人也是。哼，哎，我浪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这点嗅觉还是有的。那你嗅一嗅，他们为的是什么呀？方才你不是说顾家和燕家要联姻吗？可这顾家大公子前些日子忽然暴毙，如果这门喜事是真的，那这喜事太蹊跷了。这人都死了，还结什么亲啊？顾家还有一位公子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首诗？风华难测清歌雅，琢墨多言凌云狂。柳月绝代莫尘愁，清相有才留无名。这也太不押韵了吧！哎呀，这是白小堂发布的公子榜，只不在押韵，而在贴切。讲的呢，是我北离的8位绝世英才：城府极深的风华公子，风雅精致的清歌公子，一口三舌的琢墨公子，狂傲自肆的凌云公子，容貌绝代的柳月公子，面如黑炭的墨尘公子，才华绝世的清相公子，以及空缺暂留的无名公子。那这和柴桑城还有顾家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凌云公子啊，姓顾，所以说顾家的这场联姻，新郎官就是凌云公子顾剑门。凌云公子，这听着便是奇妙啊！走，走哪儿啊？去顾府，邀顾剑门来喝酒啊！凌云之气一飞冲天，听着便会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。等他喝了我的酒，去外面吹一吹，我名扬天下，指日可待。好，可别走。你不是要带我去顾府吗？怎么像是去做贼？你信不信光明正大的走，连这条龙首街都出不去？哎，没想到你这个赔钱货懂得还挺多嘛。那是自然，混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要是这点心思都没有，早就埋在下面了。走吧。怎么了？有人。司空长风，快看，这天怎么突然黑了？嘘。公子，这天色……
是来自暗河的贵客吧？苏黎，不可造次。贵客临门，要一起喝一杯吗？多谢公子，但还是不必了。贵客是信不过我顾剑门吗？如果北离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暗河相信的人的话，那便一定是公子了。谁人不知，这暗河是江湖上人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只要有暗河出现的地方，必定会充满杀戮与死亡。像你们这样的刺客恶鬼，也需要朋友吗？公子言重了，就算是刺客，也需要朋友啊。就像我们暗河选中了公子，是认为公子有些事儿可以帮到我们，而我们也可以帮公子做一些事情，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暗河口中的朋友，就是这般利益关系。这样不是更可靠吗？公子本应有许多朋友，可现在他们都去哪里了？他们在哪里不重要。公子的兄长，他本无真凶之心，却依然死在了巴别城，死在了离故乡300里之外。公子，你的敌人容不下你，更容不下你的兄长。敌人的刀已经拿起来了，而我们暗河会派最精锐的杀手来此，帮助凌云公子，让他们燕家有来无回。兄长如我父，此仇我誓死必报，但不需要靠暗河来报。名剑月雪，据说这把剑奇刃之锋，可斩断空中雪线。公子是要杀了我呀？暗河想在西南道立足，就不打算拿出点诚意来吗？来，让我看到你的诚意来。好。好。细刃纷纷，必杀之时倾泻而下，宛如暮雨。你分明是暗河中凶厉的刺客，可你的剑里
却有着剑客才有的剑意。公子从一开始便没打算跟我们合作，为什么又逼我用出最后的杀招？如果我说是因为我兄长死了，可我却还被困在此处无法离开，所以很想找人结结实实的打一架，那你的剑是不是就要刺下来了？公子若考虑清楚，可去青松客栈询问，我会在那里等公子7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本不应该有名字，但我愿告诉公子我的名字。我叫苏沐雨。公子再见。公子，他暗河3家中，穆家极擅长此等诡道秘术。苏沐雨来到这柴桑城，必然不会是一个人。这墙外，必定还会有穆家的人为他护阵。就连这突如其来的黑天，亦是他们的手笔。至于这些秘术，你想不通的，便不用去想了。那他刚才说的是，暗河不请自来，背后图谋令人胆寒。我们的敌人，只是人世中的凶徒。可来做交易的，却是地狱里的恶鬼啊！那鬼应该走远了吧？奇哉奇哉，这天怎么又亮了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咱们先离开这儿吧。走。你们2个看到了什么？十三鬼，他们可在这里等了许久了呢。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啊。走吧，离开这里，最好离开这座城。十三鬼，还不快走！多谢。吓死人了，吓死人了！我不过是偷偷跑出来开个酒肆，清清白白的卖我的酒，差点连性命都没了。你说我有没有点天理了？掌柜的，不是吧？那是东家起火，西家冒烟啊！啥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沈老板，怎么才回来？这是去哪儿了？我还要跟你买酒呢。哎，实在不巧啊，酒都卖光了，改日吧。改日？改日可就没有机会了。没机会的是你。哎，看来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今日必有一战了。掌柜的，找个地方躲好了。司空长风，你小心。
报上名来。哼，巧了，我还真是无名之辈。我从小未见过父母，吃百家饭长大，睡破寺庙而活，未曾有过姓氏，更无人给过姓名。不过生来空空，去也空空，也是不错。我给自己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所以我叫司空长风。哟，原来这才是正主啊！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我们素昧平生，又毫无过节，我还给你们喝了一盏我的好酒，你们为什么杀我？总不能是嫌我的酒太贵了吧？怪就怪你开店选错了地方吧？儿戏了吧？生命是很珍贵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只有一次，我们并没有权利随意的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啊！白痴！你说什么？掌柜的，你还没听明白吗？顾府已经被这帮家伙包围了，咱们碍着他们的事儿了。说你白痴没错，你竟然想着和这样子的人讲道理。喂，屠夫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，如果我们现在离开，能放过我们吗？不能。那就不废话了，打吧！生遭官法，死见阎罗。你是金口阎罗严千岁。掌柜的，你先跑。我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开酒肆，也不是没有准备的。你快跑啊！少年郎，去哪儿啊？你躲什么呀？是姐姐不够美吗？当然不够。你想去哪儿啊？去那儿。你怎么还没跑？你找我上面。倒是小看小老板了，没想到你武功平平，轻功倒是不错。只是想从我这里过，就这几步，还不够哟。这样吧，姐姐看少年郎生得俊俏，也不忍斩尽杀绝，不如把我们放了。说什么玩笑话？不如你们两个活一个，死一个吧。怎么样？商量一下，谁死谁活？白东君，我知道，不过是萍水相逢。你我的交情，在方才那一战中也用完了。我理解。什么？我话都没说完，你理解什么了？你理解？啊？我还有最后一枪，这一枪之下，前面这个一定会死，但我也不一定能活。你尽力自保，如果我能活下来，我就带你冲出去，
你有几成把握？1成。1成的把握，你还有脸说的这么信誓旦旦？不过是将死之人，拼一拼罢了。司空长风，如过了今天，我俩还有命活，我再告诉你。死什么呀？不死。徐正，真是个难听的名字呀。重新认识一下吧，我姓雷。雷？哪个雷？雷家宝的雷？哎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虽然雷家宝并不喜欢我这个不听话的子孙吧，但我还是认这个家的。你是楚墨多言雷梦莎？早不病晚不病，偏偏现在生病，宫里催得那么紧，你想坑死爹呀？新兰，今天好点了吗？女儿不孝，让娘担忧了。让娘担忧了？哼，你根本就没把爹娘放在眼里。我辛苦了一辈子才搭上宫里的关系，平时好端端的逛这个庙那个会的啊，好不容易才拿到一个当秀女的名额，这定金也收了，进宫的日期也定了。你说你怎么居然病倒了呢？你，哎呀，大勇，别这么说，我们新兰只是染了小病，很快就痊愈了。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这生米都快煮成熟饭了，可是你不会是在给我装病吧？进宫的事儿要是黄了，我打死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哼！来，新兰，把药吃了，然后歇会儿。下午那个道长还来做法，你把心放宽，什么鬼邪都会走的。冰块显灵。大勇啊，起床了。这是凡舍新上的菜品，您赏脸品尝。您请坐啊，马上就来。昌明坊围了好多捕快，据说死了个人，脖子上有牙印儿，浑身血被吸干，一滴不少。主啊，吃饭的说什么死啊活的？啊，死人？哪死人啊？干你的活去！去把菜洗了。萨摩，快，跟我走。怎么说跟你走就跟你走了不成？你那份一分也不会少。再来啊！
死者死于昨晚子时左右，死因是失血过多。从颈部的牙印判断，这血应该是被吸干的。刘大娘昨夜什么声响都没有听到，说明这个房间里面肯定被下了迷香。不可能啊！香是我昨天亲手点的。大娘，可能是凶手将香炉里的香料换成了迷香。真是太奇怪了。昨天2更就开始下雨，一直下到4更才停。凶手进出房间的时候，房间的地面上一点泥水都没留下。更奇怪的是，早上大娘醒来的时候，这个房间的门还是从里面锁上的。什么？确实是这样。我早上起来就看到，我吓坏了，就赶紧往外跑。可是看见门还锁得好好的。他虽然脾气差了点儿，可也不至于这么惨死啊！是谁杀了他？为什么要留我一命啊？看来这是一宗密室杀人案。有人吗？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出来呀！还钱！还钱！快点！快点出来！欠债还钱！有没有管事？谁在说话？快还钱！出来！快点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听见没有？就是。快点出来人！快点出来！还钱！还钱！是胡连山家的人来催债的。这个时候来催债？这是刘家和胡家的私事，我们不必管，安心查案吧。看完热闹再查也不迟啊。走，我们看看去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听见没有？就是，快出来！干什么？刘大娘，您家里刚刚经历了这样的惨事，按理说我们不该来跟你催债的。不过谁都知道，我们胡家是常年为宫里挑选秀女的，之前跟宫里拍着胸脯为你家闺女做的保。可是如今，您看您这府上出了这么大事，外面的人都说是撞了邪了。您说，我们怎么能让带了血光的秀女进宫呢？当然了，我们胡家也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，当初下的定金，只退一半就行了。回去请转告你家主人，既然他已经打定主意退人，我们也不强求。定金我们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他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大娘，夫人怎么了？夫人，今后可怎么办呢？大娘，夫人，您别着急，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这家人可怜呐。这对刘姑娘来说，也不一定是件坏事。对了，我想去刘新兰的房间看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昨天道长留下的法器。道长，自从新兰定了入宫之后，新兰就莫名其妙的得了怪病，怎么都治不好。有人说是撞了鬼，我们就请了个道长来做法驱鬼。那个道长是哪儿来的？他说自己是越州来长安的，差不多1个月前，他路过我们这条巷子，我们听他喊1命2运3风水什么的，就赶紧把他请了进来。这事儿听起来像你做的呀？去！我怎么觉得这道长反而是个骗子呢？骗子？不，那不可能！要知道，道长每次做完法，我家新兰确实会好很多。这法事是怎么做的呀？这我可不知道。道长每次都让不相干的人出去，然后关上门做法，差不多要半个多时辰才能出来。
那道长住哪儿？这我也不知道。这道长的脸上有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啊？哦，对了，道长的下巴上有一颗朱红色的痣。红痣。大娘，还劳烦您把姑娘的药拿来给我看看。好。你们看一下，这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看。这药是清热解毒的药，可是兰心姑娘的症状却很像是中了一种名叫繁香草的西域草药的毒。这种草药经过提纯，可以作为凝血剂来使用。啊！怎么会有人对我的孩儿下这样的毒手？大娘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的。你们说会不会是那个刘大娘？毕竟房间是个密室，而且里面除了死者，就只有她一个人了。刚才你不还说刘大娘可怜吗？万一她是装的呢？不可能，如果他是凶手，没必要布置成密室招人怀疑啊。而且刘大娘体弱多病，一家人全靠刘大勇撑着。这样说的话，杀死丈夫并没有什么好处吧？还有刘心兰中的毒呢？刘大娘总不会对自己的女儿下毒手吧？看来得从那个越州来的道士开始查。什么越州来的道士啊？我四娘的消息遍布全长安城，我可没有听说过这个道士。我也觉得可疑。这个刘心兰一病，她就出现了；刘大勇一死，她就不见了。虽然如此，还是麻烦四娘可方打听一下。明白。哎，之前在刘家你说对刘姑娘而言也不一定是坏事，什么意思啊？寻常百姓家跟宫里扯上关系，恐怕是有好些苦头要吃了。行了行了，马上吃饭了，咱们吃完再聊。吃饭？你那么高兴干嘛？李少卿都没说话呢。我一天到晚那么辛苦，不就为了这顿饭吗？我吃饭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李少卿人家不饿呢，瞎操心。胆子越来越大了，你给我回来！看我不掐死你！吵什么呀？别跟饭过不去啊！天天李少卿，到我这儿这么抠门？不知道。自从刘大娘家回来以后，就觉得有些恶心。她房里好像有一股隐隐的脂粉味。可刘大娘并没有施脂粉啊，是不是草药味儿？你弄混了？可能吧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这里没你的事儿了，你退下吧。是，二公子。好。主儿呢？主人，二公子带了升平院的何袅袅姑娘回府，正在房里嬉戏弹唱呢。不错啊。随他随他，都下去吧。是。好啊。好。哎呀呀呀！袅袅，袅袅，我想你的眼，我想你的笔，你就是我心中的明月，照亮我孤寂的夜晚。袅袅，公子，为您抚琴一曲吧。好啊，洗耳恭听。好曲，好曲啊！公子，您今日真是好兴致，有何好事？算不得什么好事。刘家绣坊的掌柜死了，定金还不上，他家连人带店都归我了。
听说他闺女长得还不赖。袅袅，你比他好，他在地下，你在天上。袅袅。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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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胡连山，他死了。怎么样？死者死于昨晚子时左右，死因也是失血过多，房间里面被下了极重的迷香，浑身的血被吸干。同一人所为，看样子是。昨天你们主人睡前有什么异常？没有。昨晚睡前，主人问了一下二公子，然后就睡下了。是毒寝的。府上2位公子去哪了？大公子常年在蜀地开分号，二公子昨夜带了升平院的何袅袅姑娘回家包夜，早晨刚刚送回去。这升平院的姑娘，还得要二公子亲自送回去啊？袅袅姑娘带了一大箱子乐器，挺沉的。二公子最近又十分的迷恋她，于是叫好几个家仆一块送回去了。他知道你们家主人被杀的消息吗？知道。可是，实话跟你们说吧，二公子虽然玩乐的习性跟主人很像，可是在其他方面，他们简直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哟，家里来了什么客呀？二公子，大理寺的李少卿带着人到这儿来查案了。哦，见过李少卿，父亲的死，有劳各位费心了。请问二公子昨夜子时在什么地方？我昨夜和升平院的何袅袅姑娘唱了夜小曲，家仆们都知道。既然这样，小人先去歇息了。老王，李少卿有任何需要，务必全力配合。告辞。这个胡家公子也够奇怪的啊，父亲死了，就好像什么事没发生过一样。你看他一身酒味，满脸倦容，真是喝了一晚上花酒。他可以顾凶啊，毕竟他爹死了，这么大的家产就会落在他一个人身上。就他好吃懒做的样，他巴不得他爹长命百岁，照着他作恶多端呢。再说，他们家还有个能干的哥哥，所以这偌大的家业肯定得落到他大哥头上，他捞不着什么好处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去趟平康坊找何袅袅。早就听说升平院那个头牌何袅袅姑娘是个人间绝色哦。你跟萨摩去。为什么？我闻不了脂粉味。你一定是走了，你一定是在里面欠过什么债吧？又要回来了，紫苏姑娘可是等了你们半天了。紫苏妹妹，几天不见了？是啊，我前几天帮我爹出长安办事去了。你们接了个新案子。开绣坊的刘大勇和负责选秀的胡连山前后都死了，全被人吸干了血。这2个人有什么关系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刘大勇委托胡连山把女儿送进宫，可他女儿病重，只得作罢。刘大勇先死了，胡家派人来要了定金，结果第2天胡连山也死了。胡连山，这名字好熟悉。我想起来了，
这个名字在3年前的一个案子里出现过。3年前，永安坊有户人家姓徐，当家的驼背人称徐骆驼。有一天深夜，徐骆驼突然死在家中，他全身的血液被吸干，他的老婆也当场跳河而死。胡连山是涉案证人之一，也是吸血，这么巧。不如我们也去永安坊看看。走。大娘，您还记得这里以前住着一户姓徐的人家吗？他老婆叫月娘，后来还跳了河。哟，你说的是徐骆驼吧？好久没人提过他们了。你们是来查案的？啊，是我们是大理寺的。麻烦你想一想，当时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徐骆驼原本就是个变戏法的，日子说不上大富大贵，但总也过得下去。后来他原配死了，就开始赌得家里家徒四壁，穷得揭不开锅呀。再后来，徐骆驼又娶了一个叫徐月娘，懂事的很，长得出了名的好看。可你说这个徐骆驼他就是个无赖吧？他竟然打起了月娘的主意，把她卖给了一个姓胡的富户，做了第8房小妾。这事儿啊，都过去3年了，当晚的事情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天晚上，我先是听到几声惨叫，哎呦，叫的那个惨哦！我赶紧披上衣裳跑出来，一看，徐骆驼家的门忽然开了，月娘跌跌撞撞跑出来，两眼发直，也不喊也不叫，浑身抖个不停，身上染满了鲜血啊！哎呦，对，别提多瘆人了，哎呦，太瘆人了！那个徐骆驼到底是谁杀死的呢？谁知道呢？有人说，是徐骆驼造孽太多，这阎王爷都看不下去了，派小鬼来索命。是，也有人说是月娘忍无可忍，杀了亲夫。哎，这不管怎么说，月娘紧接着就跳河死了。哎呀，自那以后啊，这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好嘞，你玩好啊，好生招呼着，来去吧。哟，两位郡公子，看着好野生啊，第一次来吧？啊？哎，这位是大理寺李少卿。哎呦，贵客，真是贵客呀！少卿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？我们这儿保证有您满意的。我们别人谁也不找，我们就找何袅袅。可是袅袅姑娘正在接其他客人呢。少废话，我们李少卿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啊。何袅袅，不是说了吗？做生意。大理寺办案。去，把何袅袅给我叫来。这不合适吧？哪个没眼力的敢跟本捕快抢人？大理寺李少卿。少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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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，小的这就走。去吧。这年头，衙门捕快都有闲钱上升平院了。既然来了，就请李少卿上楼小坐吧。袅袅姑娘，不必客气了。姑娘可听说昨天夜里胡连山死了？胡家二公子说，昨夜与姑娘弹唱喝酒到天明，可有此事啊？确实不假。那昨天晚上，胡二公子可曾睡着啊？李少卿，小女子只卖艺，不卖身。袅袅姑娘多想了，既然确有此事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少卿慢走啊，少卿慢走。来，姑娘们玩起来！误会，玩起来，玩起来！我们回来了。怎么样？和袅袅说那个胡南卓一夜都没有离开过房间。哎，子松那边呢？
徐月娘的故事可比我们原来知道的要惨多了。她相公徐骆驼是个大赌徒，赌得家徒四壁，这才把徐月娘卖给了胡连山抵债，做了第8房小妾的。哦，哎，这样吧，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头绪，明早东市有个大集市，有好多新奇的玩意儿，我们去转转，换换脑子。好啊。三炮，好看吗？这我们凡社门口就有，好不好？一点都不浪漫。哎，老大，你看这个，看看这个，做工多好，是吧？随便看啊。老板，我要这个。哎，好嘞，新到的，随便看看啊，随便看。好漂亮哦，多少钱啊？这个呀，你别说，姑娘还真有眼光。这个东西啊，现在买不到了，800文。800，这么贵啊？为什么贵啊？现在买不到了，我费好大功夫才买回来的。对了，道长的下巴上有一颗朱红色的痣。三炮啊，过来。怎么了？怎么样，东西不错吧？这个好看吗？好看。送我啊！我送你？送我。啊送我！我这儿东西都是最好的，送你啊，送你！我没带钱啊，我找我哥啊，我哥有钱。去。哥，发现了给刘心兰做法那个道士，就那个。看了这么久，就赶紧买回去试试啊！哎呦，你便宜点，便宜点。便宜那个我哥买，都是赔钱买的。我哥有钱，送你啊！啊？你叫什么？你为什么假扮道长去刘大勇家？刘大勇和胡连山之死是否与你有关？刘星兰中的毒可是你下的？中毒？你的货篮里有西域来的檀香草，刘星兰瞳孔放大，皮肤潮红，昏睡不醒，正是中了檀香草的毒。你自己卖的东西，你还想抵赖？怎么可能啊！你可认罪？我不认罪。你等等，先把他带到刘家绣房去吧。你们让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哎，你们这是？道长他怎么？刘大娘，新兰姑娘现在如何了？老天保佑，能下床了。啊，还麻烦您把新兰姑娘带出来，再见一见道长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
这痕迹还很新。大娘，这道是什么痕迹啊？是那个道长最后一次做法时带了个挺重的箱子，这印记是被那箱子给磨的。重箱子？难道说道长做法需要很多法器吗？我看了一眼，是装着不少法器。法器？子苏啊，咱们俩先回去吧。嗯。双燕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帮我查一下刘大勇和胡连山他们的伤痕有没有什么不同。好，帮我照顾一下我的新宠啊。哎呀，看我干嘛？我跟你说啊，哎，小心点儿，我的新宠。颈部都有齿痕，刘大勇的伤在颈部左侧，而胡连山的伤是在颈部右侧。哦，我猜的果然没错。怎么了？杀死2个人的不是同一个人。双燕，你去帮我找一个人。哟，这不是李少卿吗？又来找我们袅袅姑娘啊！真是不巧，袅袅这会儿正要出去呢。哦，袅袅姑娘要去哪儿啊？袅袅正要去胡家，胡二公子明天就去蜀地跟他兄长学做生意了。袅袅要去陪胡公子喝酒饯行。袅袅姑娘，你莫不是要抓住最后的机会，杀掉胡家公子吧？你说什么？你杀害了刘大勇和胡连山2人，你可知罪？刘大勇是谁？听都没听过。莫不是你也不曾去过刘家绣房？不曾去过。那这块玉牌，正面刻着生平，背面是个鸟字，袅袅姑娘可认识？这玉牌应该是在杀人的时候不小心落在刘家绣房了吧？杀人？少卿真是说笑。我为什么要杀一个绣房老板呢？你为什么要杀他们2人？与你的身份秘密有关，这我等会儿再解释。先说一下你的不在场证明吧。胡掌柜，并不是你亲手杀害的，而是你连同你的同伙，也就是刘家绣坊女儿刘新兰的相好秦三郎。这都是谁啊？胡公子该等急了，官人不送。等等，发现了那个箱子，就在何袅袅的房间。抓人吧。得罪了，走。许月娘，这又是什么？我让街坊偷偷看过你，已经确认过了，你就是许月娘。3年前，你被徐骆驼逼嫁给胡连山当小妾，你宁死不从，想必是遭到毒打后，对徐骆驼起了杀心。杀了徐骆驼之后，你跳河自尽，却侥幸逃过一死，流落到青楼。随后，你在青楼又遇上胡南卓，
得知胡家要逼迫民女刘心兰进宫后，你气愤难当，往事涌上心头，这才决心和秦三郎一起手刃胡家人和刘大勇，为刘心兰讨一个公道，是这样吧？可是他们二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啊。这个并不难，只需要一个带着有隔层的大木箱就可以了。学院娘家原本是变戏法的，想制造一个这样的木箱，应该不难吧？刘大勇死的当天，秦三郎扮作道长，带着一箱法器，隔层内躲着何袅袅。何袅袅去胡家陪酒的那个晚上，隔层内躲着秦三郎，他俩互相掩护，各杀一人。所谓吸血，不过是用利器戳颈，放血之后，再用繁香草提纯的凝血剂做成血豆腐，带离犯罪现场，障眼法而已。那他们是如何做到在密室里杀人，然后逃走，再把门反锁的呢？其实当时他们根本没有离开现场。那天我和三炮来这里的时候，正好遇见了张捕快。以他的俸禄，怎么可能要得到这里的头牌何袅袅姑娘呢？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何袅袅主动去接近张捕快。你接近张捕快也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张捕快的衣服。道士做法，箱子置于房中，何袅袅穿着捕快的衣服从箱子中钻出，潜入死者房间作案。随后，等捕快前来查案时，何袅袅再混入人群离开。这个计划看上去还不错，只可惜我发现了你的身份，还有这块掉落的玉牌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是的，我是杀了我丈夫徐骆驼，为了还土柴。怪不得当时在刘大勇家，我闻到了脂粉味。跳河自尽，或是青楼卖唱，或是杀人复仇，那也总好过嫁给无赖，忍气吞声，悲惨的度过余生啊。也不能这么说，虽然有的人死有余辜，可是也应该交由律法来决断。如果人人都可以为了仇恨随便杀人，那要律法干嘛？是吧？紫苏姑娘。唉，昨日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今日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
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，可是人人都有放不下的理由啊。对啊，我也有放不下的，放不下筷子。够了你啊！放不下筷子，你小心撑死自己好吗？怎么啦？我能吃怎么了？我再吃也肥不过你呀！我要宰了你！我要宰了你！这些是什么东西啊？苗框藏的宝贝呗。这些难道都是盗墓得来的赃物？没错，谁也不会想到，他们把偷来的东西藏在一座空的坟里。看来杀他的人还没有找到这儿。这可不一定。你们看，那个位置原本有一个东西被拿走了，看那印记的形状，像什么？是个圆的东西，是个圆匣子，里面应该是那块赤色人面。那天赵信国说，他们把赤色人面留在了大墓之中，显然他没有说实话。如果到昨天为止，东西都在苗匡手上，那么他就没有理由杀赵信国。而且杀人时间也完全对不上。这事儿可就玄乎了。见过赤红人面的3个人都死了。还有阿福嫂看到的尸体复活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还有第4个人？怎么了？死气沉沉的。对了，三魔，今天店里住进了一个西域商人，他好像认识你说的那个苗匡。哦。但是我问他是干什么的时候，他就不告诉我了。那你快带我去啊！我问他。哎呀，你快带我去，带我去！难道还有老娘搞不定的人？灌他2壶酒，祖坟在哪儿都告诉我了。这个苗匡啊，以前在西域学的可是盗墓的本事，而且还小有名气。我还打听到了一件奇事，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鬼街？什么？这鬼街呀，就在长安城外3里地的一处河边，每到13的晚上，就会开始摆摊儿卖古物。昏灯之下，买东西的人看不清卖东西的人的脸，所以称为鬼街。那为什么不拿到城里的古董行去寄卖呢？因为这鬼街上卖的东西，不是盗墓所得，就是行贿所得。总之，都是一些官府要查的东西，只能在这夜半河边变卖。这些年，这鬼街已经日渐形成了气候，来买东西的不是富家公子，就是官家。我奇怪的是，李治，你怎么会没听过呢？我向来对古玩不感兴趣。我还听这个商人说，他对赤红人面非常感兴趣，并且他知道这古物已经到了长安，所以他准备了重金，决定去那鬼街上好好看一看。难道说……我们要找到答案，就在鬼街。鬼街就要在鬼地方？哎呀，这里好冷啊！叫你出门多披件衣服。哎，两位姑娘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鬼街啊！有好吃的没？你就知道吃，你就知道怂。够了，我们最好分散开来，买些小东西，不要引人注意。这个，说到买东西嘛，
李少卿，哎，人呢？哎你，哎。这个是不是？这是石鱼吗？这什么颜色？有这么小吗？卖这么小个的玩意儿，装这么大盒子？哎，莫非两位是来寻那赤红人面的？你有啊？有啊！来，快看看。两位，我这也有。你也有啊？我的真的，哎，我的才是真的。您看我这张啊，世上仅有这块，真的。真的吗？你看我这，你看这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。算了算了，哥们儿啊，算了，哥们儿算了，好了，散开！哎，一无所获。这鬼街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你干嘛呢？这不是放点烟，给点气氛吗？要不烟再大点？你看那儿。就卖这一件东西，几件东西不重要，一件便抵得上别人10件了。哦，就这么个小匣子。匣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匣子里的宝贝。这哪来的？迦兰古国的东西，公子意下如何？三炮，拿钱袋。看清楚，是金子。主人，事成了。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。呀！赵先生真是天赋异禀，被烧成了一堆白骨，竟然还能死而复生。双叶，在。你来说。我们在苗匡家失火现场发现2具尸体，死者的喉部并没有吸入烟尘，同时尸体也没有呈现出垂死挣扎的痕迹，只能说明那2具尸体本来就是尸体。看来你不但会盗墓，还会盗尸了，是吧？可怜的阿福叔心死不久，尸体就被你们如此糟蹋，还连累了阿福嫂，以为自己的丈夫诈尸，惊惧而亡。我说完了。而这一切都源于那块赤红人面。
当初你们3人前往大漠，盗得这块价值连城的古玉，3个人都想据为己有。窦天放是武官，很强势，所以古玉暂由他来保管。你之前说过，苗匡性格孤僻，平日里经常独自把玩冥器，所以这苗匡杀了窦天放，夺走赤红人面，并没有急着出手换钱，而是将他和其他冥器一起藏在棋盘山上，并扮成怪物，让人不敢进山，准备看准合适的时机再出手，大赚一笔。而你就雇萨摩帮你寻人。当你得知山上一直有怪事发生，便赶在他们之前拜访了苗匡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一直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们，想必就是你身边这位小厮吧。那一日我们去苗匡府上，明明天气和煦，这小厮却将门窗紧闭，而你说起赤红人面时，也显得过分警惕了。你杀了苗匡之后，盗尸放火，让我们以为赵信国已死。街坊四邻看到的悬在空中的人面，应该是你用竹条糊纸制成，再用棉线吊在树枝上，被火烧着，看起来的确很像赤红人面。你之所以这样故弄玄虚，一来呢，你让大家都知道赤红人面已经出现在长安，买家们就会纷纷的手握重金去鬼街求购；另一方面，你把染血的衣角塞在苗匡手里，暗示赤红人面杀人，你还把编制假人面的竹篾放在苗匡的洞里，纵火的嫌疑也指向已死的苗匡，这样就会让此案成为死局。我们差点就着了你的道。赵信国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带走。啊，没想到那个赵信国会这么猴急的出手。要是他再藏个几年，谁还破得了这个案子？唉，作案的时候再谨慎，但是贪心还是会让他露出马脚的。哎，那赤红人面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想知道？啊？什么？看看呗。哎呦我！不是，这个在政务室给偷出来了。哎，三宝，咱们俩是兄弟，如果你真那么喜欢的话，便宜卖你。别逗我啊！你别骗我啊！就看你有没有诚意了。行，哎，你不用掏钱了。我有诚意，我有诚意。你这些是我全部的家当，你不能反悔啊！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真羡慕，我也想要。哎，不许反悔啊！你想要啊？我昨天在西市10万钱买了2个，你喜欢的话送你一个。三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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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你振作点，三宝，三宝。卑职此次前来，是想打听嘉兰复国案的调查进展。抱歉，无可奉告。我有个手下叫萨摩多罗，刘侍郎可曾听说过？听说过。怎么？卑职听说萨摩与此案有些牵扯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萨摩其人，头脑极聪明，断案是一把好手，只是性格乖张怪癖，确实得罪了不少人。但我也信命作保，萨摩绝不会涉案。
少卿不必担心，只要他底儿干净，我绝不为难他。那卑职多谢刘侍郎。李少卿不必客气。这个案子查了大半年，结果让我不寒而栗。一场风暴转瞬而至，咱们都自求多福吧。